用电笔测着都有电，但设备就是开不起来。一起来看一下什么原因。用望远表测一下进线电压，400伏正常。看这两项，370伏左右，这两项电压有点低。再看这两项，350伏。这是车间的总闸，带着车间所有的电路。那我把这两个电闸拉下来，就是拉下来以后再测量。现在车间也没有用电的，测量一下这个电闸进线。这两项还是400伏，这两项呢还是360伏左右，电压很低。我想确定一下进线是不是电压就低，拉掉总闸，测一下总进线。这两项400伏，再测里面那两项380伏，看看这两项380伏，三项的电压不一样。这有个意外小发现，这个电闸的压线螺丝发黑了，应该是这个线头没压紧，轻轻一拉就出来。虚节发热，把螺丝都烧黑了。一会儿这个电闸要换，这个螺丝都扭不动，那就先把总闸送上电。现在测一下这个进线电压，又变成350伏了。这个电压忽高忽低啊。这个蒸汽锅炉可以开一下看看，3相电的，里面有加热管和水泵。那就把电闸送上电看一下吧。开一下这个蒸汽锅炉，看一下能不能开起来。我给我量量电压，你看，应用电压立马就很小了，一开机电压立马变低了。这个锅炉才9000瓦，车间没有大功率电器，这种进线电压就低。可以测量一下这根线与零线之间都没有220伏、190伏，开个灯都不行，电脑也启动不了，空调也开不了，也就是说这一项电有问题。拉掉总闸。这个时候我用电笔测一下进线，电笔都亮，零线也不带电，正常。用电笔测都正常。你看啊，我停上一会儿再测这个电压。刚才350伏，现在390伏，电压又上来了。和零线之间的电压200伏，比刚才高一点。准备去配电室看看。这个主电缆线是从配电室接出来的，来配电室看一下，哪一个是他家的电闸？这一个，那就测一下电闸下面出来的这3相电，看看电压400伏。看这两项400伏，另外两项也是400伏。这3相电3根线出来以后，接了这个电表，又从电表出来3相电，我就测从电表出来的3相电，50的铝线，电表出来的电压没问题，400伏。从电表出来这根线又接到了这个电闸，然后才去了车间。那就测一下这个电闸的出线，看看电压稳不稳。400伏，这个没问题啊，出来的电压正常。那就得顺着这个电缆线找，会不会有接头虚接的地方。拉掉这个电闸。好了，没电了。这头把这个黄线拆掉，我是怀疑这个黄线有问题。配电室电闸这一头，我要测一下这个黄线漏不漏电。一个表笔插大地，另一只表笔去测这个黄线，看一下表针，漏电很严重，在预料之中。再测这个绿线，没问题。测这个红线也没问题，那个黄线是漏电的。好了，那就去找这个漏电的地方，看看有没有接头和破损的地方。出来这个电缆线是一部分挂在墙上的，然后还有一部分埋到地下。这是一片菜地啊，埋的不是特别深，可以拽出来。都是顺着墙根埋的。昨天晚上下了一场雨，所以电缆上泥比较多。慢慢的捋，终于发现了问题，这个地方破皮了，很明显。其实这个不用猜就知道是他们种菜的时候把电缆皮给嘎破了。
破皮的就是黄色的那根电缆线。我准备先把这一块处理了，不知道后边还有没有破损的地方。等一下，这块电缆线不能再放这了，多危险！这块线要挂起来。这个地方漏电不是1天2天了。我把线拔开了，你看一下这个线，基本上已经断开了，这都属于粉末性骨折了，你看都碎了。所以说从这里过去的电都是个虚电，用电笔量着有电，但是什么电器也带不起来。从中间剪断了，测一下还漏不漏电。一支表笔擦大地，擦在地上，另一支表笔测这根电缆线，这一段没问题，就是从配电室过来的这一段好，不漏电。看这一根还是100到头，还有破皮的地方吗？那还得找。后面还有破皮的地方，有，还真有。这一个破皮破的轻，里面的铝线没受伤，只是露出了铝线。等一下简单处理一下就可以了。把这一块的泥擦干净，看一下这个线还漏不漏电。好了，不漏了，就这2个地方漏电。很奇怪啊，它抓破的还同一根线，都是这个黄线。把电缆线挪出来了，在里边不行，这个黄线在这做一个接头，把这根电缆线处理好，一会再做个防护。现在再来测量这个电缆线，这黄线没问题了。这头的电路恢复，直接送电。来这头测一下进线电压，这2项400伏正常，主要是看这2项。400伏没问题，肯定没问题。这一项与零线220伏，行，一切都很正常，那就送上电试一下。这电压出了，开一下。哦，这个声音正常了，它就往里打水。这声音正常了。好了，其他电路一切正常，我的维修也就完成了。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指点。一送电不单跳闸，而且还会烧坏电闸，换了别的闸也是一样。电闸里面的触点都烧黑了。在这设备控制柜里边，这个电闸也是后来换的，一合闸里面就冒火。这个设备自己带了一个变压器，它是接入3项380伏，输出3项200伏。这个设备用的是200伏的电，它里面还有又输出110伏的电、24伏的电、12伏的电。这个电闸是它设备原装电闸，一盒里面也是冒火，然后拆下来了。换了这个电闸以后也一样，一盒闸都看到里面打火。这种机床设备功率不大，电流也不大，捋一下电路也没发现有破皮破损的地方，没发现有短路打火的地方。他们说自从搬过来就不好使，一开就跳闸，有时候开着开着就跳闸。反正我现场检查没发现有线破皮打铁或短路的地方。用万表测一下变压器这线圈短不短路。电阻很小，近似于短路，这个我觉得正常。它这个变压器线圈都很粗，线圈越粗，量的电阻越小，电阻近似于短路啊。测一下它的输出线圈，这个线圈是输出200伏的，也是近似于短路。这么看就是短路。3项线圈之间都是这个100到头。看一下跳这个电闸，32安的，我开始以为是电流太大，人说换成63安的还是跳，所以就开始怀疑是不是变压器有问题。那我就看看是不是变压器的问题。我想送上电测量一下电压。这个变压器除了上面有点灰，也没看出哪里有破损或者是烧糊的现象。这里有名牌，它的负载能力30多安，22千瓦，这是它的容量，不是设备的用电量。这个设备用电量不大，电流也很小。我想送一下电，看一下合闸的瞬间电线那个电流是多少。掐了个前行电流表，看一下合闸，电流瞬间4.3安，然后闸就跳了。这个电闸瞬间跳了，想不通，好好的变压器为什么一送电会跳闸？是负载电路的问题吗？所以我想把后边的输出线全拆掉，
就是变压器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，能不能送上电。这些也拆掉。我修很多都是小变压器烧坏，那个线圈细，很明显的看到烧糊的地方，这一个看不出来，看哪都好。把这几个输出线全拆下来了，变压器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，合一下闸试试。我在想，是不是合闸的瞬间，中间这一项的电流小，是不是其他两项的电流过大导致的？瞬间跳闸，合一下闸试试。电闸合上了，没有电流，线上一点电流没有。我用电笔测，上面的进线都有电。用弯表来测一下变压器的输入电压，三项380伏。先测里面这两项，380伏。再测外边这两项，220伏。这两项应该是380伏。输入电压是缺项的。测一下这个电闸的输入电压，380伏。测一下这两项，也是380伏。这两项也是，输入电压都正常。看一下输出电压。电闸输出缺项，输出是220。这两项是正常的。拉下电闸，刚才合闸瞬间明显看到里面有火花，把原来的电闸换上了。我送一下电，跳闸了，闸跳了。以前都正常使用的，突然就这个样了。这种变压器也不能打开看看，看看里面哪个地方短路了。拿出摇表摇一下线圈与外壳，看看绝缘怎么样。看这个指针的方向在正常范围之内，但是绝缘不是特别的好。其实我想测线圈与线圈之间的，没法测。这个变压器扰阻和那个电机扰阻不一样。您看这个摆针的位置，反正我觉得是绝缘有问题。我认为应该顶到头才好。这是摇的输入线圈。再摇一下它的输出线圈，你看这个摆针位置顶到头了，这才叫好。这样能判断是它的变压器不好吗？反正我认为变压器有问题。又摇了它这些负载电路，就是设备这些电路都没问题。那它这个线圈用万元表测漏电能测出来吗？试一下，测输入线圈与外壳，看看表针，很轻微的摆动，摆动位置有1毫米。一般这样都认为是不漏电。它每个设备都有一台这样的变压器，把这个变压器拆过去接上，也不跳闸，电路也正常了。反正基本确定它这个变压器有问题。至于什么问题，我也不好猜，也看不到。还请专业的师傅给指点一下这种变压器，只能说建议他们换一个新的变压器。这个东西我还修不了。那今天先这样，感谢您的观看，请多多给我指点指点。